联邦军和警察拉扯出来的产物。陆战捷纲 A 型设定解析，退役机动战士在利用的典范，机动战士高达，闪光的哈萨维，设定和剧情解说。机体型号 RGM-89G， 陆战捷纲 A 型，是联邦军于 UC-0105 年基于捷纲 A 型而改进的一款在地面使用的机动战士。跟之前改进的几款捷纲衍生型号相比，陆战捷纲 A 型跟老机型相比变化并不大，而造成这样的原因是陆战捷纲 A 型不再主要用于作战，其更多作用则是在作战之外发挥一些余热。为此，在机体的肩膀位置增加了2个探照灯，以便陆战捷纲 A 型在夜间展开相关作业。同时，还在机体背后增加了新型背包，该背包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携带对应的装备，去满足陆战捷纲 A 型执行不同类型任务的需要。比如驻扎在菲律宾达沃地区的联邦军，在发生马夫地袭击事件之后，一批陆战捷纲 A 型就携带消防设备参与了火灾救援的任务。可见该背包装备大大提升了陆战捷纲 A 型的泛用性，并且还自带有起重机，以便陆战捷纲 A 型在野外环境中更换背包上的装备。如果需要执行战斗任务，陆战捷纲 A 型只要装备上武器就能作战，像原先腰部装备的光束军刀和3枚手榴弹，在陆战捷纲 A 型上都还有装备，包括头部还有可拆卸的近防火神炮夹舱。所发挥的作用基本跟其他型号的捷纲一样，主要用来打击抵近至近距离范围内的目标，而剩下的还有联邦军的各型手持武器可供使用。只是陆战捷纲 A 型的性能已经较为落后，在联邦军中很少拿去用于作战，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联邦军的陆战捷纲 A 型手持武器的情况。而除了联邦军之外，另一个组织刑事警察机构因为新的治安问题，导致在执勤时会遭遇到各种来历不明的机动战士，也开始迫切需要机动战士来作为警用装备进行应对。尽管刑事警察机构可以向联邦军寻求协助，不用采购机动战士，但这样就会显得自己总是矮人一头，因此刑事警察机构并不乐意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联邦军有碍于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并不期望刑事警察机构拥有机动战士装备，结果就这个问题陷入僵持之际，部分精英高层出于打击非法移民地球的需要，就支持了刑事警察机构加强警用装备的需求。不过受限于刑事警察机构没有宽裕的预算采购机动战士，所以最终选择了这款从老旧型号改过来的陆战捷纲 A 型，然后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的改进。而改进后的机型便是型号为 RGM-89GMH 的陆战捷纲 A 型猎人样式。可以看到，为了像警车那样便于识别，对这一型机体的腿部涂装进行了更改。而另一个变化较大的地方是，在机体胯部这个位置增加了可容纳1名机枪手的吊舱，并安装了一挺 12.7 毫米口径的机枪，用来在执行镇压任务时去打击人员这些目标。而且机枪手所处的位置比防爆车辆顶部要高出很多，相应的视野条件也好上了不少，非常有利于警察部队在城市中观察周围情况。而且机动战士本身就足够高大，给人带来的威慑要比警用防爆装甲车高出不少，所以在执行镇压防爆任务时具有极佳的效果。而机体原来的武器配置，仅头部的火神炮夹舱还有装备，腰部的光束军刀和手榴弹挂架都已移除，手持武器多数情况下也不再携带，只靠胯部的机枪来应对平常执勤时遇到的状况。至于机体剩下的其他部分则跟原来一样没有区别。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型陆战捷纲 A 型猎人式样并不是标准固定的警用装备，在其他一些地区的刑事警察机构所使用的捷纲都是按当地的需求改进，与陆战捷纲 A 型猎人式样相比存在着差异。而至于这一型陆战捷纲 A 型猎人式样，到目前为止就部署在了菲律宾的达沃地区，也就是哈萨维乘坐的豪泽恩号在遭到劫机之后所降落的地方。也正是豪泽恩号356航班的劫机事件发生了以后，当地刑事警察机构就派人过来展开调查。同时还有件比较凑巧的事情是，同为刑事警察机构的亨德利约克桑也乘坐了这趟豪泽恩号356航班。由于他基本目睹了豪泽恩号整个劫机过程，所以很快就把哈萨维在劫机时的表现透露给了前来调查的刑事警察机构人员，结果使得哈萨维被迫滞留在当地，来配合当地刑事警察机构人员的调查。而这样一个安排就给哈萨维带来了不少麻烦，特别是在劫机过程中大喊一声的琪琪安达路西亚，凭借自身特有的能力，就识别出了哈萨维才是真正的马夫蒂艾琳。尽管他并没有向联邦军或刑事警察机构直接告发，但是却当着哈萨维的面指出了哈萨维的真正身份，
然而这并没有引起哈萨维的杀心，反而接受了琪琪的安排，与他同住在一家高级酒店的一个房间。就这样，在一家酒店入住之后，哈萨维一边配合刑事警察机构的调查，一边与同伴联系，谋划脱离，回归到马夫蒂组织，准备发动袭击，制造一场动乱，由此让哈萨维趁乱逃离，返回到马夫蒂附近的基地，从而避免哈萨维在马夫蒂的身份被外界发现。而就在这个时候，刑事警察机构的人员开始在附近的道路进行盘查，这就让周围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鉴于与哈萨维对接的米黑夏有过被强制遣返的经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哈萨维在刑事警察机构开始盘查之前，立即结束对接，赶紧返回到酒店，早点做好准备来实施逃脱行动。而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这伙刑事警察机构人员实在是过于粗暴，不但驾驶陆战捷钢 A 型猎人式样随意横穿马路，还在大街上肆意开枪射击，这让哈萨维看在眼里，也不由得发起了愤怒。不过他没有就此做出什么过激反应，转而叫上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到自己住的酒店。然而在回到酒店之后，哈萨维的内心久久却不能平静。也许是在坐出租车回酒店的这一路上，从出租车司机给他说的一番话中感到了启发，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发起利好人类千年的这场运动所带来的结果与普通大众的需要相去甚远，也就是普通民众眼前需要维持生计的问题并不会由此得到解决。因而马夫蒂在出租车司机的眼中看来，就像是闲人一样，对他们没有意义。尽管哈萨维在这个时候陷入了迷惘，但他领导的马夫蒂组织不会因此停下脚步，至少联邦这层建筑他无论如何都要坚决地拆掉。而接下来在当地时间进入到了凌晨的时候，一觉醒来的哈萨维便开始了他为自己设计的逃脱行动，以此来了结豪泽恩号劫机事件所带来的各种风波。于是围绕这场逃脱行动展开的战斗即将上演。